这第一个猎杀咱们国宝大熊猫的西方人啊，他是美国人，那是罗斯福总统的2个儿子。那么第一个把大熊猫的活体偷运出中国的呢，他又是美国人。所以啊，看到这段历史啊，非常的感慨，就是没有国，它就没有家。一旦没有了国，这个国宝大熊猫啊，它还不如一根草。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这个我说的这个罗斯福总统啊，是那个老罗斯福啊，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就是1901年啊上台的那个，也连续干了2届嘛，第26任那个总统啊。这个后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二战时期这个是老罗斯福的这个侄子，咱们都一般叫小罗斯福嘛。这老罗斯福啊，在美国历史上这个地位是比较高的，把他捧的是比较高。他这2个儿子啊，这是也是挺能折腾的。不过这老罗斯福他们家是比较有钱，也由得着儿子去折腾啊。他这个当年啊，他的2个儿子，这个小西奥多罗斯福，还有这个科比特罗斯福啊，他们呢就在1926年的时候进入了中国。为什么呢？他受到一些，他好像听说欧洲那边有来中国的，特别是法国那边传出来，这边有一种很有趣的这么一种动物啊，就是现在咱们叫熊猫，当年它还不叫熊猫呢，还没有最后的这个确认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反正有这东西它出现，说这有这么传说，他们就去了，具有所谓的冒险精神啊，就去了。他们在1926年的时候呢，去了四川宝兴县，在那个地方他们去抓这个熊猫啊，去猎杀这个熊猫。他们是第一个，就这俩儿子啊，是第一次猎杀中国大熊猫的这个西方人。他们当时的名义说是我们到那地方去抓这个独角兽去了，他们当时还想把这熊猫带回到这个美国国内啊，结果呢这熊猫是死了，就没弄成。到了1928年，他们又跑回四川宝兴去了。当地的这回就知道了，说这帮人来，那不是什么要抓独角兽啊，也不是什么要来什么考察探险啊，他们其实呢就是来霍霍这大熊猫的，各方面阻挠他，没有让他干成这么一个事儿啊。这就是猎杀中国大熊猫最开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那后来呢，到了30年代的时候啊，美国有那么一对夫妇，这个听说有这个熊猫，觉得法国这边也好像当时也搞了一些标本吧，说这个这东西挺好的，也就激起了浓厚的兴趣。这夫妻俩一个是美国的名媛露丝，还有他的先生威廉，就在30年代前往了中国，他就是为了这个去抓这个活的熊猫回美国啊。但是威廉来了中国之后呢，他就生病就死了。死了之后呢，他太太就是这位美国名媛露丝呢，就接着，其实他们前期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就接着把这事往下去干。在1936年的时候，他终于在四川找到了一只幼年的熊猫仔，然后呢，就把它想办法给弄回了芝加哥。但回去之后，他就用9000多美元，当时9000美元可不得了啊！不过他当时开价是2万，或者说不行，这太贵了，这不行。这个9000美元把它又卖给了芝加哥的一家这个动物园，而这只熊猫呢是一个这个幼崽呢是一个雄性的，但是他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一个女性的名字叫苏林，就是一个比较女孩的一个名字，因为当时他也没搞清楚这熊猫到底是公的是母的，他们一直以为它是个母的，其实这是一个小的公熊猫。所以这个全过程我们可以看看啊，就从这个西方到了我们四川地区发现这个熊猫，到后来啊，就这一段时间10-20年的时间，不过抗战爆发之后呢，他们这个兵荒马乱的，他们就再没去过，就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几百只熊猫就遭到了杀害大部分给做成了标本，还有一些后来呢也用这个活体就被运出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在美国呀，这熊猫就变成了一个宠物，日子挺惨的，拿个链子拴着当个宠物，这样就弄。所以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国宝人家不把你当回事儿，因为我来你中国弄又怎么了？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当时我们是这东西也是有保护的呀。虽然不像当年的划分也没有，还没有什么出这个濒临灭绝的濒危动物的这种具体的划分但是我们也是保护这些东西，可你没办法呀这都是西方的人，你拿它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咱们现在就有一些人就片面的这个拼命的这吹嘘说这个西方有这种探索精神，有这种冒险精神。这当然探索和冒险精神这是人类所需要的这是人类身上的一种共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很多所谓的冒险探索它其实
他的骨子里是非常的残酷和自私，往往带有这种贪婪的占有和这种掠夺。别的不说，你说北美大陆，就说美国这个地方，那不就是因为殖民者对原住民的这种掠夺啊，甚至呢对他们进行了种族灭绝之后，才有了这么一块地方吧？这个才是他的所谓啊，这个冒险啊，所谓这些东西的一些实质。那从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过啊，当一个国家它一旦积弱的时候啊，你什么都管不了。你整一国家一旦积弱、兵荒马乱的时候，多少家庭破碎呀！没有国，你就没有了这个家。当国家积弱的时候，就这大熊猫啊，就这郭来，哎，这郭来花花郭来，这么可爱的郭来，这么可爱的这个花花，是吧？我跟你说，这国宝它就不如那么一根草。只有当你这个国家富强了，它才真的成为国宝。那花花，哎，我们才能够开心的叫它郭来。